今天曼城的天气超差的，让大家感受一下，完全看到那个雨势是多么的大，还有风很大。它体感温度只有7度，我等一下竟然要这样去机场拖着行李箱，是个大长征。现在呢，我要先去这附近的 Oxford Road Station 去坐，它算什么火车到机场，然后再飞去哥本哈根，1个小时又50分钟。曼城真的很方便，我从 Oxford Road Station 过来，只花了大概17分钟就到了，超级快。然后现在已经要进到机场了，所以超方便的。其实我觉得曼城，你不管是要去其他的小镇，还是出国，都还蛮方便的。我是坐7点10分的飞机，现在时间大概是2个小时前，所以要可能去 check in。这次坐的是北欧航空，没有坐过的一个航空。我感觉曼彻斯特机场的安检过超快，而且没有什么人。但是唯一有一个很酷的点是，它的登机证超级薄，很像一个卫生纸，这样，完全是一张收据程度的纸质。结果他登机门还没公布，他说6点20才会公布，但他登机时间是40。他说走到登机门可能要5到15分钟，所以如果登机门在最远，等于是我就是要狂奔才有办法在40分前抵达，在 on board time 之前到。这个机场就比起机场更像一个火车站的感觉。趁现在跟大家讲，我这次买的机票是8000多块台币，是用 SAS E 的票，就是青年票，然后8000多块含行李、手提跟后背包。在欧洲大概就觉得飞机票很便宜是没错，但是我这次订的时间是比较晚的时间，所以它的价格就稍微高一点。再加上联航的机型通常都是737 MAX 8，然后我因为刚来，然后还没开学，想说找一个稳健一点的方法，所以飞的不是大家认知中的联航。我这一次就是先打 SAS 过去，然后可能之后飞去其他国家的时候，可以试试看用比较像 Ryanair 啊这种比较便宜的票价。因为我有朋友说，他如果是高于100磅以上的机票，他是不飞的，所以他就觉得我飞到丹麦很贵。另外一个原因，我买了行李是因为我觉得丹麦超级好买的，所以我想要有更大的行李空间来装。感觉我自己才踩到曼城没多久，然后就一直跑来跑去的。这就是欧洲的生活，开心而且超方便的。多角度展示我的登记证有多薄，它真的就是那种热感应纸，害我很害怕，因为它真的好像一个会被我误丢的东西。丹麦的 Seven 真超多，我一下飞机就已经看到了2家，然后还有一些贩卖机。而且丹麦真的没有丑东西，连机场都超级漂亮。但现在已经晚上10点，所以我快点去我今晚的落脚处。现在要去初体验哥本哈根的交通，要搭他们的 Metro 到市中心去，已经10点半了，好想睡觉。看第一关就遇到问题。太顺了，在英国都是用 Tab 发现这样，然后买票的。所以大家可以先下载 App。我刚才在那边摸索了很久，才知道它有2个不同的机台，所以我还是买了日客的票，然后回去再把我的英国手机号码下载那个买票的 App。怎么莫名其妙就出来了？它出来的超莫名其妙的。好的，我现在要准备去找我的朋友，然后这里有一间麦当劳，到处都有麦当劳，而且这麦当劳好漂亮。现在路上超级安静。我朋友说，本来
路上应该还会蛮吵的，因为现在是完全的市中心。但好像只要是冬天，就会开始变成这样人烟稀少。这里有一个坏处是这个路也太难过了。7，超多的7。哥本哈根的天气比英国好多了。他们说现在算是冬天的冷度，但今天曼城的那个风雨交加，现在哥本哈根的温度根本不算什么。这里好舒服，而且这里的地板超干净的，治安感觉很好。相对之下，感觉哥本哈根超舒服。明天早上再看一下这边到底长什么样子。这里的路超舒服，除了拖行李不是很方便之外，真的超赞。哥本哈根的第一天，我今天要打开它的哥本哈根 Pass， 就是花2500多块台币，然后可以进去80几个景点，然后公车跟交通都是免费的，虽然有一点点贵，所以我今天会需要特种兵行程，就是疯狂把这个2500块用到一个极致，所以我现在准备出门去吃早餐，然后疯狂的去各个博物馆。快速的体验整个丹麦市中心的美术馆，还有一些旧的景点。早上9点的哥本哈根看起来下过雨了，天气蛮凉爽的。我穿一件薄外套跟毛毛的短上衣是刚刚好的天气，比曼城舒服多了。现在吃完了我的早餐，准备要去设计与艺术博物馆当我的第一站。然后中午12点可能去隔壁的一个皇宫看卫兵交接，再疯狂的往南边跑，去各个博物馆。刚感叹完这里的天气，这里就开始下雨，刘海一瞬间又不见了。好，反正我现在打算用我的 Copenhagen Pass 把它发挥到一个极致，因为这里的博物馆的门票其实大概都落在16磅左右，所以其实蛮贵的，大概去个4个景点就回本了，而且它还包含了交通的费用，但我应该都会用走的，因为我刚刚看我如果要去那个博物馆的话，要花12分钟，坐 Metro 的话，但12分钟他又说我要走12分钟，那请问我去楼下坐 Metro 的意义何在？所以打算直接用走的，走18分钟就会抵达。然后现在又出太阳了，看来这里的天气跟英国一样，都是有点阴晴不定。丹麦建筑物的颜色超多种，他们整个建物都很五彩缤纷，不是像其他欧洲可能就比较是古老的砖墙，同一个色调，比较讲求一致性。这里真的没有丑东西，这里超多家居店。如果我有钱的话，我超想全部都买下来。他们基本所有包包都得锁到置物柜里，天选的200号，它那个大小是大英博物馆的托特包也得放进去那个车子，所以你就可以预测几乎所有的包包都得放进去。但这个寄存点是免费的，但呢超大一天。大概1个小时左右就可以看完，然后它展示比较多的是一些古典的工艺，像是瓷盘、瓷器或者是一些陶瓷类的雕花，然后更多的比例是在于织品还有 pattern 的展示，就是布上面的面料的展示，所以它的设计偏向比较像是这几大类，所以如果喜欢的人可以过来，我觉得还是蛮值得一看，因为它藏品
也不少，尤其是在这种很精细细小的东西上面，它有蛮多展示的，但很快就可以逛完，可以连着其他景点一起安排。Medical Museum， 但我刚刚看了 Google 评论跟那个照片，我差点被吓死。里面有超多泡在福马林里面的人体之类的。然后 Google 评论说，如果你不是医学生的话，你会看到很多人愁容满面的走出来，跟皱着眉头出来。我觉得很有道理，所以我不敢进去。它有含在 Copenhagen Pass 里面，但是心脏不够大颗的感觉不建议进去。丹麦今天天气没有很好，就是阴阴的天气。我觉得丹麦它整个街景比较适合 iPhone 的原相机大于你去套滤镜。我觉得原相机拍起来比套任何的滤镜或复古相机来的好看，因为它本身色彩就很浓郁。他们的设计都超级好看，像刚刚的设计博物馆里面还有展示很多比较现代或者是比较有设计感的椅子，我就超级爱。在最后一 part 里面有很多家居类的东西，就整个就非常的北欧，所以我还是很推荐大家可以去设计博物馆逛一逛。这里的博物馆非常多，你可以挑自己喜欢的去，什么东西都有博物馆。我觉得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都去逛逛看。现在准备要去阿马林堡宫看卫兵交接。我现在把它翻译成中文的原因是因为它很多景点都是写丹麦文，所以我其实不太确定它的发音到底跟英文一不一样，不敢贸然的念，所以先念它的音译，这样大家可能也比较知道我在讲的景点是哪一个，不然很怕讲错。这里就完全是一个大广场，还有一个 fountain 在前面，蛮多人的耶。而且这里突然变超宽阔的，很舒服的一个地方。理论上是12点进行卫兵交接，但是现在其实就可以看得到他们的卫兵一直在走来走去，所以他们平常可能就是会这样绕场巡视。真的是一路从英国看这种卫兵交接到丹麦来，都还在看。在广场换完班之后，在这个侧面的守卫岗也会再换一次岗，所以可以来侧面看一下。整场卫兵交给大概10分钟的时间，然后那个警察超 nice， 他会送小朋友，真的是5、6岁的小朋友糖果还是别针之类的。隔壁的法国人说是糖果，但近看感觉是一个软软的胶吗？还是那种塑胶装饰品之类的？我觉得还蛮可以来看一下，因为它感觉跟英国非常不一样。虽然他们的外表上面是有这么一点点的相似，但他们是不会有乐队一起伴奏，或者是有警察骑马等等的，反正比较单纯的交接仪式，但是还是可以花个10分钟停下来看一下。我现在要看可不可以进去这个宫里面参观，但是现在风超级大，是真的会被吹跑的那种风。我现在对于丹麦的印象是风很大，但他们人上面，他们人都很热情，就是服务员或者是那些柜台都很热情，会跟你打招呼，然后都蛮友善的，就不会有时候欧洲地区会有点爱理不理，或者是看起来不太爱工作的样子。但我觉得丹麦人整个都还蛮快乐的，所以我觉得丹麦的体验是很好的，而且路上超级干净，路也蛮大条的。而且大家都会乖乖的红绿灯，这是跟英国最大的差别。
丹麦真的是大概走每10分钟就会有1到2个博物馆出现，但是博物馆本身蛮贵的，所以我还是蛮推荐买 Copenhagen Pass， 因为你一整天就是免费进入所有它附在里面的景点。如果你是博物馆控的话，真的很值得买，因为入场大概都是16到19磅不等。我发现我一直叫错它的名字，它叫 Copenhagen Card， 我把它跟釜山通行证搞混了。它只要一刷这个，就会出现这个小小的贴纸，就是你的门票。把贴纸贴上了，这里的风也是不容小觑，我整个头发大混乱一通。我觉得目前丹麦的博物馆逛起来都很舒服，而且人好少，你不会觉得很拥挤。然后很常遇到一个状况是，你会觉得这个博物馆是不是没有人？但应该是因为它的动线安排得很好，空间又很大，所以逛起来非常的舒服，而且也很适合带小孩来。那些可能不方便或者是推车的人都可以很轻松的来。这么多个雕像其实还蛮吓人的，但是很强，超厉害，但是还是会不小心吓到一下。过一个马路就会到罗森堡城堡，好近哦！这里的景点都黏在一起，好方便。又是免费的景点了，因为我有买 Copenhagen City Card， 我一直忘记它的名字，可以简称它叫什么 什么 CCC Copenhagen City Triple C。这里天气真的完全不一样好赞的天气！曼城的天气我实在不敢恭维，看起来像爷爷的东西，我也不知道是什么。这里真的很像城堡我指的是卡通里面的城堡都这样画。我家门前有小河，后面有山坡的那种。我30分钟前才称赞它的天气，结果现在风大雨大，怎样？现在完全是太阳雨，但是风又好大。赤道其实蛮漂亮，可是如果你处于这个暴风之中，你就不会觉得它有多漂亮。客观来看，就是很漂亮的。过敏儿请小心这个地下室，我一进来开始暴打喷嚏，因为这里很多陈年的木桶跟一些藏品，鼻子超级痒。
我想象中的哥本哈根长得一模一样，就这种像小运河嘛，然后跟很多的船，然后彩色的房子，哇，然后很大的风，我被吹成这样了。对面这个好像就是建筑博物馆，然后另外就是一个叫 Black Diamond 是他们的图书馆，所以过了这个桥就差不多到了。这桥的风景很好，但是在欧洲你真的不能相信任何一片乌云，乌云就是下雨。这边现在在下雨，不知道什么意思，而且雨还很大。其实也是一个蛮善变的天气的地方的，但终于进到室内了，然后雨也停了，它就这样暴下了5分钟就停了。在整修中，所以没办法上去。如果是在这段时间来的话，我觉得可以跳过这里，没关系，因为展厅比较没有展物没有那么多，所以如果赶时间的话，就可以直接跳过这里。这路上超难找厕所，所以有 Copenhagen 跟 Car 的好处就是你每个景点进来，你都可以上一个厕所再离开，超赞。这里有一个超长的溜滑梯上来，超酷。